大家好，欢迎来到 T 先生的菜地和蘑菇坊。有网友要求我详细介绍一下我这蘑菇坊里面的这一套增湿增氧的系统。那我们先来简单说一下这套系统的作用吧，它起什么作用？我们先到蘑菇坊里面。我们知道蘑菇发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第一就是氧气。当这个菌孢早期的时候，我们要为了诱发它产菇，我们在这个菌孢上画一道口子，就像这样画一道口子，目的是希望这个地方的菌丝蘑菇菌它能感受到氧气，从而刺激它萌发产生蘑菇。那到了后期呢，氧气和湿度就同等重要了。假如说湿度不够，这些蘑菇它就很快会干掉。那氧气不够呢，就会长出很长很长的这种菌柄，菌柄就会很长。所以湿度和氧气是同等重要，但是呢，这两个又是一个矛盾。意思就是说，当里面的你往里面加湿，加的太多的时候，它氧气是不足的。然后假如说你把这些菌孢放在室外，氧气非常充足，那湿度又不够。那如何调节这个矛盾呢？就是我这里说的这套增湿增氧的这个系统。我们来看，从我这个管子里面吹出来的，你看到像是雾气一样的是吧？它里面是既有湿度，既有水汽，又有空气当中的氧气，所以呢，希望通过这样子能够很好的协调这个蘑菇生产过程当中氧气和湿度同时的这样一对矛盾体。那下面我们就来介绍这套系统吧。为了减少噪音，我先把这个系统先关掉。先给大家说一下我早期我用的办法吧。是一个比较笨的办法，也是因为想少花钱了，就是用这种，这个大家都熟悉是吧？这个就是humidifier，就是一个增湿器。我早期是通过它给这个蘑菇房增加湿度。但是你想，这个光湿度是不够，所以还需要氧气。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是在这个蘑菇房的底部再放一个电风扇，氧气呢，电风扇工作的时候就把这个棚外面的新鲜空气带到棚里面。后来发现效果不是很理想，湿度能达到一定的要求，但是氧气达不到足够的要求，长出来的蘑菇呢都比较畸形。所以我不得已才在网上做research，最后呢是用了这么一套办法。顺便提一下，我早期的办法是没有这个温湿度感受器的，我是用这种 timer， 就是几分钟 on， 然后几分钟 off， 这开2分钟，停3分钟，这样能够达到我里面蘑菇房的这个湿度的要求。现在我是用了这个温湿度检测仪。我们先来说一下这套装置里面的是有哪些配件，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把这些夹子拿掉，后面我给大家解释这些夹子是起什么作用的。我们把这个风扇拿开。盖子切起来。首先最关键的是这里面有这么一个东西，这称为超声波雾化加湿器，它有这么3个小头头。那这个里面呢，你把它放到水里面的时候，这个东西放到水里面它是能够产生雾化的。大家知道这种就像舞台上的那种孙悟空腾云驾雾的那种效果，就是通过这个搞出来的。你看，我们把开关打开。这就是它起的作用。你会看见这个，你必须把它没在水里面，那要是拿出来了之后呢，它是一种保护措施了，它就不产生了。所以这个水面很重要，它会产生很浓的这种雾化的水汽，然后当这种水汽被送到蘑菇棚里面，就能够满足蘑菇棚里面的这种湿度的需要。
那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部件，所以产生湿气。那氧气呢，就是还包括怎么把这个水雾气送到蘑菇棚里面，那就是靠这个电扇，就是这个东西，像这样一个管状的这样的电扇，它的原理就是把放在这个盖子上面，我们把盖子再放回去，把这套装置的盖子再放回去的话，这个东西放在这个盖子上面，你开关一打开，它就往里面鼓风，然后在这个盒子里面的空气还有这个雾气、水气，通过这个风扇的作用，就把它挤到这个软管里面，就送到蘑菇棚里面去了。所以这个是这一套系统的关键，一个就是刚才那个超声波雾化加湿器，另外就是这么一个风扇。那除这以外呢，还有一些部件就是，我这个风扇是可以调熟的，我一会儿会把这些链接都放在这个视频的下面，这是可以调整熟度的。那除了这两个关键东西以外，下面就是依照顺序来，就是这个盒子。那这个盒子呢有点讲究，它主要的作用里面就是装水了，是吧？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水要是干了，所以它这个加湿器就不起作用。那从这种角度，假如你这个盒子太小，所以你要不停的往里面加水，那就会麻烦。所以呢，买尽量大一点的盒子。那另外一个部件呢，就是我这套这个黑色的这个软管系统，它是可以变形的，也可以拉伸，可以延长。我这是买的25英尺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温度和湿度的感受器，当它低一定的湿度就加湿，就是起这样的作用的，有两个感受器。那这就是需要的一些部件，你看也是很简单。那下面我来谈一谈我操作使用当中的一些小技巧吧。首先第一点就是密封的问题，这个盒子要有密封的效果，所以你想想，要是盒子不密封，你这个气往里面吹的时候，鼓风机往里面鼓的时候，这些空气还有湿气都是从什么？都从这些缝里漏出来了。所以呢，密封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家刚才看见我是用一些夹子把它夹住了。这也就涉及到你在买这个盒子的时候，你要注意，有些盒子它这上面有些不平滑，有些小小的凸起啊什么，它是为了增加这个盒子里面的透气性。但是我们这个目的的，我们不需要那个，我们不需要那种凸起的，我们需要这种是比较平滑，然后这个盖子盖上去，相对来比较密封。当然，这种光它本身这种密封是不够的，所以呢，我就是用这种大的这种夹子，在四个角落里把它加上，然后在边边上加上，直到你看见没有气从这个盒子里面漏出来就好了。所以这是这盒子本身的密封。还有一个密封呢，就是这个软管。你看这个软管和这个的接头这个地方，这个也是有个密封的问题。那我是用的这个 duct tape， 还包括这个风扇，放上去怎么密封呢？因为这个风扇接上要取下来通过这个孔往里面加水，所以呢你不能像这样子，我用duct tape把它贴住。那我采取的办法就是把这个风扇的周身给它围了几层 duct tape。那当你往这么一放下去的时候呢，它一个是这个风扇有一定的重量，然后加上这个 duct tape 在外面形成一层这个口圆的作用，所以呢就把这个也能很好的密封。这是一个密封。那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在装这个的时候，大家看见你在这里设计一个小口，这是这样的线，就能够进去，对，那个很好的密封，基本上也不会有什么气出来。另外一个小技巧呢，就是这个软管怎么把它接到这个盖子上面，这也刚开始我也是花了一点脑筋的。
因为这个软管它是很软的东西。那我用的办法就是找了一个家里的这种我们平时吃优格的，你看这种瓶子，那这种瓶子它就是硬的了，是吧？这个就是个硬部件，然后不像软管那么软，所以呢，你把这个插在软管里面，然后用这个clamp 把它箍住，然后再加上这个 duct tape。所以这个是把它软管和这个箱体能够接触的。再一个就是小技巧，就是关于这个软管你怎么固定，还有这个软管怎么进到这个棚子里面去。我们看我这个固定是怎么固定的，是用这一层布，用一层这个我们穿的不用的 T 恤，然后呢，你把它裁成一宽条条，然后用这个夹子固定在上面。但是呢，这个软管它是比较脆弱，你不好用铁丝啊，用什么东西来固定啊？用这个布呢是比较好的一个办法。包括到里面，我都是离那么一段距离，就用这么一个布条把它固定在这个棚里面。那怎么进到这个棚里面呢？你看我的这是开了一条口，就在这上面画了一个十字叉了。大家也不要觉得可惜，这个塑料，当然首先你开口是必要的。那开口之后，你用这种白色的 tape 很容易把这些口把它封住。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你看我这里面很脏，这水啊，这里面水干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比较脏。那为什么呢？因为空气中是有灰尘的嘛，所以这灰尘通过这个风扇吹到水里面很脏啊，或者这些脏东西也到蘑菇棚里面去了，通过这个软管系统。那我怎么做呢？我就用了2层，不止2层吧，我这好多层呢，大概有5、6层这种纱布，在这上面形成一个过滤系统，也是用这个 clamp 把它圈在这里。那这个纱布呢，你看这个纱布就比较脏是吧？和这周围的相比，所以这个纱布时不时把它搞下来洗一下。我就发现，在我没用纱布的时候，包括这个风扇里面都是相当的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叶子都是满了污垢。用了纱布之后，这个大部分的灰尘就被这个纱布给滤掉了。但这也有个坏处，你像这个纱布就增加了这个电风扇运作的这个阻力，然后致使它里面的风力减小。所以买这个风扇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个功率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盒子里面加多少水的问题。我们刚才说了，你水加多了呢，它这个雾化器沉在水里面太深，它雾化效果不好。要是水不够呢，当它在感受到水不够的时候，它就停止工作了。那我们每次加水就是从这个孔里面加进去的，那也是不好判断。我呢就摸索了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我用这一圈黄色的金属丝，就在这里缠了这么个圈圈。当我加水的时候，会用手往下一探，这个水位到这里就是好了。假如水位超过这里，很可能雾化效果不好。这是我给自己设定的，大家也可以摸索你这个水位的，给自己设定一个水位线。那我这个系统是不是很满意呢？我必须诚实的说，我还不太满意。大家看到我前面有一些蘑菇房的视频，里面的各种蘑菇生长也算健康，也能达到这种自动化的这么一种程度。但是令我不满意的呢，就是还是蘑菇相对来说蘑菇柄太长，没有这个把菌包放在室外长出来的蘑菇更漂亮。所以这也是一个 compromise， 一个妥协。你要想自动化呢，你就只有搞这种系统；你要想蘑菇长得更漂亮，你就可以放到室外。但放到室外的代价就是你需要经常的 take care， 比方说起风啦、出太阳啦、干啦、湿啦，像这些问题，你需要花很多心思。下面再谈一个题目，就是这样的真湿真氧的系统如何给它升级。
我这里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基本上是拥有了它必要的一些装置。但是呢，我们是可以把它升级到更高、更高级一个档次的。首先是像这种雾化仪，这种雾化增湿器，这种东西你可以更 powerful 一点。我这是3个头是吧？你可以买3个头的，再加上2个头或者加1个头的，让它的雾化更充分，有更多的雾气进去。还有呢，就是这个风扇，你也可以选择功率更大的。那另外一个更多的一个升级版呢，就是你看我这个进风口，就是在我这个蘑菇房，在这个室内，从这个里面进风的是吧？那比较好的呢，像人家专业蘑菇种植的，它的进风口是直接用一个软管，用一个管子牵到这个室外，在墙上打得洞，从室外进来的，直接从室外引进来的这种新鲜空气。当然，它的空间要大得多了，它那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那至于这个废气的排出呢，我是在这底下留了这么一层砖一样厚的这么一个空间，是希望这个蘑菇产生的二氧化碳就能够从这个底下逃逸出去。但是你要可以升级，你可以怎么做呢？就是在这个蘑菇棚或者蘑菇房的底部，在专门装一台抽风机，然后把墙上也打一个洞，把这种蘑菇房里面的废气，把它直接抽到室外。所以看，一面是进风口，一面是出风口，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升级的。还有一个升级的措施就是自动补水。那像我这里是每2天要到这里来给它加一次水，是吧？因为水位低，它就不干活了嘛。那有的朋友，我看他们专业种植也是用这种东西，但是它的箱子更大，而且呢是用的自动补水。什么叫自动补水呢？它里面有一个浮标，那个浮标随着水位的下降，浮标往下移动，就trigger那个开关，开关一开，然后就把这个注水的系统就打开，所以你们就自动补水了。那样子你就基本上能做到完全自动化。我这里现在可能还是叫个半自动化吧。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我们这种散户家庭蘑菇种植爱好者，有必要整这么一套设备吗？这个不光只是花钱这套设备可能花200-300块钱，而且还占地方。你看这个蘑菇棚也还占不小的位置，有必要吗？我的回答是没有必要。大家如果看我前面的视频，我有好几期都介绍，随处都可以是蘑菇房的。你可以在餐桌上，可以在卫生间，可以在车库、地下室，到处都可以做蘑菇房。只要你掌握了这种蘑菇生长的规律，而且自己种植嘛，也没有几个菌包，或者是也没有几桶蘑菇。你自己多加小心就好了。那这一套装置主要是想实现这种自动化，比方说你要出门啦，要到哪里啊，你不担心屋里的蘑菇没有这个湿度问题、氧气问题，你不用担心这个，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好处。好了，今天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下次再见。